哎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11号星期二，看我在哪儿？大阪马拉松的起点。今天我们探路大阪马拉松前11公里，我们准备走。看这个起点的标，起点在大阪府，就是政府门前。这边很多马拉松的起点都是在政府门前，东京也是，大阪也是。现在那边是东边，看日出了，然后南边、西边、北边起跑一直向北，是一个下坡。我戴上手套，我们就出发。到时候起点拱门在这儿，然后 A 区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 B 区在后边 ，C 区应该就已经拐过去了，一直往那边拐。我们出发了。起跑的这个下坡其实挺陡的，但是呢，你们看这个路确实是窄，这块是2项车道都封，哎，封路的标。但是就我去年的经验，在 A 区靠后起跑的话，前边差不多得有3公里都跑不开。看上去这路挺宽的，但是其实人太多了。哎，这个微微下坡之后，前面还有一个更陡的下坡。最开始的心态就是，哎呦，这个下坡我应该稍微的快一点，正好刚一开始还特有劲儿。但是呢，前面全是人，而且这种下坡你左右去超人，别人有的后边的也在左右超人，有可能会有小危险。你看这个坡挺陡的呢，你看边上那个楼就能看出来。这差不多得有3%左右的坡。我们在这儿等一个红灯，这个路口，你们看，从那边坡下来以后，到这个路口就右转，往那边转。之后这个右转，你看前面那儿就分道了，中间是就这条路中间是有护栏的，你就得选择是跑左边还是跑右边。然后，但是下一个弯是左转，所以这儿跑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太影响最短距离。走，就在这儿右转，这儿右转也特别难，人特别多。这是去年我的节目都拍到了。就沿着现在你看这条路往那边，也是2边都封路，所以跑左边还是跑右边就是一个选择。我去年的经验是跑哪边都行，但是呢，跑我现在这边，现在这边人好像多一些，因为大家拐那个急弯不太好拐。如果你想往前使劲超人的话，可以跑内侧。但是因为一会儿到前面要左转，所以跑哪侧都差不多。而且你看前面很快就合并了，只不过合并的时候也不建议大家就是直接的快速的切道。有时候马拉松多跑那些就是不知不觉的。今天我们探路的前11公里没有太适合亲朋好友观赛的地儿，如果非得说有的话，可能有一个地方，但是如果为了那一个地方的话，可能会放弃后边的地方。一会儿到了我跟大家说。
今天的画面可能没有平常稳定，因为今天是手持的一个相机，没有在头上，也没有脖子的减震，因为怕电不够。你看这沿途全都是封路的标志。你看这个路挺宽的吧？但是去年我在 A 区的中后部分起跑，到这儿也就是3分50多的速度，还是跑不起来。就在这儿进不到3分40。去年跑到这儿的时候，1公里，好像1公里左右，当时特别难过，因为第1公里差了，和目标配速差了差不多有20秒。我觉得20秒追不回来，而且一开始你没跑到目标配速，其实也并不会帮你省掉体力。滩路咱们只能跑人行道。哎，你们看这儿，这之前我都没发现，这儿是大阪马拉松1公里的地方。到这儿，看没？这地下的标。这儿到时候就会立1公里的牌子，所以看见这个加油站就1公里了。然后我们到了下一个要拐弯的路口，就是这个路口，大家要你们看，刚才咱们从那边跑过来，到这儿要左转，沿着这条路跑这边。这个左转完了，下一个路口还是左转，所以这个左转切到最内道是最短距离，就是我这边。这块路稍微宽了一点点，到这儿勉强可以跑开了，就可以开始加速了。大家从大城市来，尤其是从北京、上海这种巨大的城市来，大阪，你看那个赛道的路线图的时候，一定考虑到它的比例尺，就是它其实很小的。你看一开始这几个大的转弯，咱们其实已经跑完2个了。这儿又是一个微微的下坡，这儿勉强可以跑开了，可以开始加速。在这儿尽量的得冲到自己的目标配速了，甚至呢，未来的2、3公里，如果有可能，可以把前面丢失的时间补回来。但是去年其实我到这儿也提不到目标配速，到这儿我印象中可能是3分50，差不多。因为这儿我已经关掉相机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到时候要看具体的天气。去年的原因是特别冷，然后下雨，所以很多就不是为了冲成绩的在 A 区的小伙伴们起跑比较保守，而且地下都是湿的，大家都怕出安全问题。今年如果是个好天气就会好很多。然后我们到这儿，你看又该左转了，这个口还是左转，所以刚才我说过来的时候一路贴着马路的左边跑是最短距离。然后这儿紧接着是一个跨河的桥，是有爬升的。像从北京来的小伙伴，或者从西安来的小伙伴，这种横平竖直、正南正北方向的城市的小伙伴，到这儿就会不适应，因为这儿经常左转再左转，就回到原点了。它路不是横平竖直的。
我没有在起点那儿重新开手表，所以我们就不说距离了。这儿差不多快到2公里，因为我的手表响了，大概还有200多米。上这个桥，这个桥就只能跑这条路，这条路挺窄的，到这桥又开始跑不开了。我去年的印象特别深刻，上这桥了都2公里了，还是跑不开。左手这儿这个河岸就是大阪的造币局的博物馆，是全大阪市内看樱花最有名的地方。这就是这个造币局博物馆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了2公里的标，看，这是2公里的标。那我把手表记一个圈儿，我在这儿记一个圈儿，这样的话下1公里就能响了。看，这是2公里，正好在大阪造币局的门口。这块我印象不深了，就应该是只封1个车道了，好像是，我不确定。但是基本上人疏散到这儿，快到就过了2公里以后，基本能跑开了，就能够按照您的目标配速了。可能会有左右变道超人。我们前面路口是右转，所以到这儿下了桥就可以适当的往右贴，就跑切线。因为这个季节也不存在有树遮阳什么的，也没有楼遮阳，所以无所谓。然后我们到这儿要等一个红绿灯，到这儿要右转了，要往那边跑了。我就全程不停表了，红绿灯也不停表了。你们看正前面这家叫黑门小雀谜，它在大阪有至少我知道的有3个店，黑门市场1家店，这儿有1家店，我家周围有1家店。这家店补碳水特别带劲，它的午餐就是面饭套餐，乌冬面和米饭各种。走，而且挺便宜的，人均可能不到1000日元。给你们看看啊，对，来比赛的可以来吃这些。你看这个亲子饭加1个乌冬面，然后咖喱乌冬加1个米饭，然后 soba 就是荞麦加3种饭。哎，都是这种，还是多带劲。赛前补碳水，这个就特贵，炸虾的都特贵。你像这种只有面饭的800多，这亲子饭加1个面900多。走，我们接着探路。这条路就比较枯燥了，这条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，然后观众也不会太多，一直跑，大概可能得有2公里，我不确定。到时候都是沿着路那边跑，沿着那边跑会比较的近，因为再往前的下一个路口是左转。其实马拉松路线你不一定把所有的都记住，就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参赛，记不住的，差不多你就知道下一个该左转还是右转，或者大概能知道，或者呢专门找那种比方前面这一段路特宽，然后看看下一个口是左转还是右转。像那年跑那个
北京副中心那马拉松，那路修都巨宽。然后到30多公里，不是跟女子第一嘛，就我们俩。我还被他说，我说前面要左，前面还是要右。因为我看他，因为他上周刚完成一场比赛，好像也是冠军，所以挺累的。我提前几百米跟他说，我们就切，那个路比这个宽多了。像这种窄的路，晚点切也没有太大问题。这只能早晨出来探路，白天车就太多了，人也太多了。目的就是带大家跑一遍，看官方那个汽车那个，可能有时候没有这个感觉。但是你们看路面条件挺好的，你看都是很新的柏油路，不用担心有坑坑洼洼，而且他们这路上虽然有井盖，但是密度不是都那么大，偶尔的一些地方密度大一些，大部分时候还好。我们这儿过马路吧。你们看这条路，它不是笔直的。你看，我来的方向已经有拐弯了，就是特别小那种，你感觉不到。我们又1公里了，差不多这是第几公里？这是第3公里的地方，大文马拉松。我没有看到地上的标，所以有可能是我多跑了，也有可能是这儿没有标，没有太注意。像我猜从北京来的小伙伴跑到这儿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绕啊绕啊绕，对不对？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去年想来探路，哎呀，探了好几次都勉强才成功，而且那时候手表还不像现在，现在这 Pace Pro 的这个地图挺跟手的，那个时候这地图挺卡的，而且就算有地图，其实有时候你人就有点犯懵。看到了，这儿是3公里的地方，看，大完马拉松3K， 这个是片假名，马拉松的开头。我们继续往前，也这1公里，我的手表就多了大概20米。当然有过马路这件事儿，如果没有过马路还好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地下的每公里的标，第一次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去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超过3小时的兔子方阵，就是枪声成绩3小时。一会儿跟大家说为什么。这一开始晚起跑那一点儿就跟堵车似的，你稍微慢一点就比前面慢好多。像3小时的兔子方阵，基本上就是在最前面。就是按枪声成绩那么带，就是兔子，其实它还是按它的净成绩啊，只不过就是跟枪声成绩差距很小了。这儿真正比赛的时候不用绕这个弯儿过马路，都是那边那个你们看汽车那条道，所以我的下1公里距离又长了。这儿拍不到比赛的路线了，比赛路线是主路，因为这有一个高架桥挡着。我本来是想开直播的，后来怕网络条件不好，而且直播最后的那个录像不清楚。
我去年是到这个地方追上了3小时的兔子方阵，然后我一看，这前面那大路口就该左转了，这就是那种我说的宽路，你左转最好提前往前切，就往左边切。但是我左边正好是3小时那大方阵，在这儿加速超过了他们。这条路过去，那边就是天满那个区域，都是特别 local 本地的那种居酒屋。就到这儿，我就赶紧加速切，因为前面这个路口就左转。这个地方已经是大阪马拉松整个路线图最北侧，就是大家拿到路线图最上面那儿了。所以就是比利时跟北京、上海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这儿左转之后路就又特别窄了，看看只有双车道。但是前面的选手到这儿已经跑开了，后边的选手其实到这儿跑不开的，但是也进入了大家在一个速度前进的状态。开始这几公里其实是挺荒凉的，因为这一片加油的人不多，商业也不多，大家还是愿意去市区中间那去加油。今天我们的11公里只能看到一个我推荐的加油点，之后下一次再说。我手表响了，前面应该很快就是大阪马拉松的第4公里的路标。这儿看到了，看大阪马拉松第4公里，在这个点儿呢，这儿就正好是4公里。4公里过后，马上就到了目前为止全日本最长的一条商店街。天神桥商店街，这条商店街，反正走路走到头是巨长，好几2、3公里估计得。我具体多长不知道，大家可以查。然后这商店街这儿有一个大阪的金溪馆。它里面就是以前那种街道住宅的复刻，在这个楼里。看，就是这儿已经是几乎是商店街的最北头了，整个这么长一条，看见没？然后这边就没有顶棚了，大阪那边很近就是电川河了。大家这么跑到这儿以后是左转，这个左转还好。就是拐小弯就好了，因为路不宽。左转，现在这条路是一条正南正北的路，我们现在在向南跑，有方向感的小伙伴就能找回来了。这儿一直在向南向市中心跑。所以就是沿着天神桥这个商店街一直向前。这条路如果不拐弯一直跑到头，就是长枯桥。大家如果来大阪玩，应该对这个地名不陌生。到这条路加油的人就多了，因为这两边都是商业，尤其是这商店街，就周围的人就开始有好多加油的。
再见。这家店我在这家店吃过一次，这家店すいません，这家店挺好吃的，里边特别新。这一片的餐厅就是以物美价廉，就特别的本地小饭馆，有的从中午就开始营业的酒馆，还有特老式的咖啡。我左手就是JR的天满站，然后这是个挺现代的大楼。看这门口是那个嘴特长的鸭子，看没？这条路略微枯燥，但是等过两天带大家看中段的时候，那段更枯燥，那段就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是要往很偏僻的地方跑。哎，我的表又响了，那马上就是5公里的路标，我们找一找。这儿找到了，有点寻宝的意思啊！看，大阪马拉松5公里，在这儿对面这个公园，这好像是叫善厅公园还是什么公园？是看每年大阪那个电川花火大会。如果您不去那个电川河边，这儿是比较好的观测点，没有遮挡。在那儿等一个灯。这个地方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，前面坐着那位就是。像这些包括公园啊什么的，就这个公园，因为那个方向正好就是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景色。这些都差不多在那儿待了2年我才弄明白，所以旅游和在一个地方生活在我看来是很不一样的。当年在新加坡生活的时间太短，其实也不算是很了解，在这儿差不多了，已经2年了，到今年的2月1号是整整2年，已经过了。那这一片的路我就熟悉了，熟悉了以后呢，就知道大概还有多远了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多远了呢，也好也不好，说不上来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感觉。有时候知道多远了，觉得哎好近啊，平常一骑车就到了；有时候知道多远了，哇好远呀，还有那么远呢，说不好什么时候会触发什么心态，很奇妙。而且我们不知不觉跑得还不慢呢，对吧？像这种路的沿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封锁，观众都在路边。这儿我们过马路跑啊。哎，对，这儿不能过马路，你看，走错了呗。因为前面那个路口，平常人走的时候，马路这边是过不去的，就最远处那个过街桥那儿，这都是以前不知道。有一次跑，我说哎，先过去呗，反正一会儿要右转，就弄错了。哎，大哥又跟上来了。大哥穿了双什么？看不出来。
像这种3丁目的咖啡店，这开门都特早，就是那种特传统的。可能这种有的咖啡店，这一个老爷爷或者一个老奶奶，或者一个老爷爷加一个老奶奶。哎，又被红灯挡住了。这大路口就这点不好，老要等灯。这个路口就有点大商业的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有超市，然后有酒店，有商业，有银行。然后你看这儿是天神桥2，就是一直到6，从1一直到6，天神桥这条商店街。像我们来的话，基本上，也就走这一个3，因为那个喜欢吃的餐厅基本都在3和4。那边就是刚才我们起跑大概1-2公里的地方，我们是那么过来的。看没？现在我们正前方是南，然后这边就是东，看日出的朝霞。我们很快再往前过了中之岛，就要右转了，就是再下一个路口是要右转的路口。走。有小伙伴说，看我停下来也不停表啊什么的，是不是跑得多了都这样？是，我觉得是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恨不得看前面是红灯，提前那时候还用手机，提前好远把手机拿出来准备，严丝合缝，一点都不能差。现在真就无所谓了，因为跑过的路其实很多时候是给自己跑的，停下来也是跑步的一部分。哎，马上到第7公里，我们找找路标啊。还没看到。哎，看到了。我刚才说的就是这儿。这儿如果一看，刚才如果过马路跑到那边，那过不去。这儿啊，6公里，说错了，记错了，6公里，6公里，大阪马拉松6公里处啊，正好是这个过街桥，然后过了6公里，紧接着前面就是一个上坡，要过河了。但是过了6公里，这儿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小的右转弯，对吧？利用这个弯就可以往你的右侧切了。就往马路右侧切，因为下一个口是右转。你看前面是一个上桥，是过河的桥。哎，这个坡其实也挺陡的呢，就我这么着往上上会觉得有阻力。到这儿一定就开始往右切，因为这路太宽了。下了桥马上就是右转。前面的那红绿灯就要右转了。所以其实像刚才整个这一条路，就是一个从左慢慢向右的过程。因为你要跑切线的话，刚才拐上那条大路的时候是左转，你在路的最左边，然后呢这条直路一直走到这儿以后，这儿要右转，所以就择机弄呗。在这个红绿灯右转。我出来的时候电池不满，我先停机换个电池啊。
然后我们从这儿转过弯来了，现在我们面向的方向是西边，我们继续。像这一段还和那个6.5公里那个欢乐跑是重叠的赛道呢，但是他们在特别靠后起跑，所以不会在一起跑。如果您是参加那个组别的小伙伴，亲朋好友陪着亲朋好友一起来跑一个短的话，到这儿可以开始冲刺了。现在有几百米上岛就结束了。你看，都是 A 组。去年平田先生大概比我慢几分钟，他也是2小时40多，但是我去年差不多跑到这儿，我才追上他，因为他就在 A 组前面出发，他站的比较靠前，就差那一点，差特别多。这家咖啡店布鲁克林 Roasting Company 特别好，环境，7点半就开门。天暖和的时候可以坐在外边，外边就是河床。现在这条街上有好多特别好看的店，还有异国风情的店，有专门吃三明治的，还有专门吃咖喱的。这家OXY 这家是个吃咖喱的店。马上就要看到7公里的计时牌了。不是计时牌，7公里的标记，我们要找一找。还没找到，看看有没有漏过去啊？应该没有，应该在前面。那我刚才从那边过来的。你看前面那个建筑，岛上那建筑就是欢乐跑的终点。好像冷空气要过去了，今年已经挺怎么说呢，有点那个初春的感觉了，虽然只有0度。之前出来的时候天气预报说还要下雪呢，今天这大晴天也没下呀。你们看这天，那边就是梅田的方向，走，赶紧找7公里，也有可能7公里找不到，不会的。哎，我好像看见了，哎，还是让我找着了。看7公里在这儿，大连马拉松7公里，我们继续向前。像我的那个成绩，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人就已经不多了，就稀疏了，一个一个的小集团，几个人。距离比赛还有2周，差不多能再暖和一点点。你看那个欢乐跑的，应该从这儿就上岛了，就结束了。然后马拉松的继续向前。可能不是刚才那儿上岛，路太窄，应该是前面。
然后前面这个大路口我们要右转，所以您跑到这儿就要往右边切，要想跑最短距离的话。但是右转完以后马上就左转，所以就是您要拐一个别那么死的弯儿，因为右转之后那条路挺宽的，一会儿您一看就能知道。你看我们到这个路口，这是个挺宽的路口，这儿马上要右转。你看到时候在跑比赛的时候，在这条路上，你看右转没有？到前边能看见那小红绿灯，就几十米，到那儿就要左转，所以你这儿右拐以后，你就得切线，直接这么切过去。这条路太宽了。然后大阪这儿是中之岛，中之岛有好多这种特漂亮的建筑，然后可以来这儿拍照，好多在这儿躺下来跟他比一样的姿势，但是白天感觉比较尴尬，早上起来可以。还有61天距离世博会大阪，你看在这儿就要左转了，看没？你看我们刚才从那边过来，这条路，所以这条路斜着跑。你看这条路过来的时候斜着跑，到这儿以后呢左转，这是一条比较窄的路，就不用太考虑最短距离。大家可以去 Strava 看我的今天的路线，我的 Strava 是隐藏起终点的，但是今天的起终点都不在这条比赛路线上，所以不影响大家看。今天的终点在南波11公里的地方，差不多。这条路前面是左转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刚才左转之后贴着左边跑就行了。手表又响了，马上是8公里的路标。左转之前会有一个上坡，肉眼能比较明显的看清楚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出上坡来。我们找找8公里。还没看到，你们看前面有一个上坡，那红绿灯就该左转了。我还没看到8公里。啊，找到了，在这儿，大阪马拉松8公里。然后你们看，这儿是一个上坡，这上坡挺陡的呢。突然这一下，这儿要稍微费点劲冲上去，因为冲上去马上就是左转，就是左转上坡。所以一定这儿贴着马路左边跑，因为贴外侧跑坡度更大，这路是那样斜的。然后这儿左转了，就左转以后前面还是左转，所以左转就贴着路左边跑。因为这条路太宽了，一定别甩到那边去。然后这儿又要过桥上坡了，过完这个桥马上左转。哎，在这儿又左转了，就绕回刚才的那个桥的路口。这儿前面马上要右转，所以你左转完之后呢，就开始往右边切一个大的切线是最完美的。
你看这儿这个路微微的向左偏了一点，利用这儿就往右切了。我们先过马路。去年比赛的时候，在这儿有一位选手鞋带开了，特别尴尬，一系鞋带2分钟没有了。那前面的路是收窄的，所以慢慢的往右边切。如果在这儿就像我一样跑到路最右侧了，反而会多跑，慢慢切。这个红绿灯就要右转了。我估计到比赛的时候，这个工地也修不完，这工地都好久了。这儿右转之后就是只跑主路了，就没有边上这个辅路，辅路不能跑。这是大阪的主干道，叫玉堂津，也是正南正北的。我们现在面向南跑，从这儿一直，跑过新斋桥，跑到南波。看我右手这家店，这家店门口装饰都是勺子。这家店叫 Good Spoon 好勺子。去年大阪马拉松之后，在大阪城的这家店的分店吃了午餐。这家店特别好吃啊，但就是不便宜。这家店你要是不点饮料的话，人均差不多80-90、70-80。还有户外，哎，手表又响了。这户外不是这家店的，是你看是玉堂津的，但现在太冷了。去年有频道的观众就在这儿前面一点点给我加油。像刚才那个中之岛那儿是一个加油的点，只不过那儿离中心太远了，不建议大家在那儿，因为你赶不到之后的一些地儿去。那个地方是可以看见选手2次的。找找路边的公里点，不知道它会不会标在这儿了，有可能标在主路那儿。对，有可能不在这个辅路这边上了。看看啊，前面没有，这边也没有。有可能是在就是这条路的这个马路牙上。再确认一下啊。确实没有，可能是标在了就是人过不去的那儿了。遗憾啊，没有看到，应该是9公里的路标。这条街特别宽，到这条街就完全能跑开了。我记得我这1公里当时，反正某几百米吧，瞬时速度3分33，这当时就想超，想把之前的时间补回来。而且到这儿其实9公里刚过也还不累。这条路就是路况特别好，特别平。
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庙。我不太懂这些。这就是大阪的本町区域，这一片就都是大公司，还有高档酒店。玉堂间大江有好多这种有意思的雕像。这是个拉手风琴的人。对，就这几个字，玉堂间。这儿有一个巨大的星巴克，夏天的时候坐外边环境不错。我们这样一直往前，再有一个大路口就是新斋桥了。走。像在大阪红绿灯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，它怎么判断这方向呢？就是哪个方向车流多，它就按这个方向是前进方向。然后它这红绿灯就是一个挨一个，就是你赶上一个就总能赶上。就如果是汽车的话，如果是自行车或者跑步，那就是赶上几个差不多，就速度就不够了。手表已经响过了，看看能不能看到下一个公里点。我估计还是看不到，因为它都在路里面。我在这儿都看不到。哎，这边是高出来的，有可能能看见。看看啊，找找看看有没有。有。还是按说我不应该来这儿的，不好意思了。看，大阪马拉松10公里，刚才9公里的那个应该就是在这个马路牙子上，你们看，10公里找到了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大阪马拉松的前10公里，还有1公里多，结束今天的探路。这儿我就可以先过去了。这条路的辅路都是这种砖，跑起来不太舒服，还有点滑。这全是大阪马拉松的进行路标。看我这个速度已经赶不上在前面的远处的红绿灯了。那我们已经到了新斋桥这个区域，看这儿是欧米伽，然后对面是劳力士。当然，这儿这种商业都还在修在建。这儿进去左手走大概200-300米就是一个萨利亚，我老去的萨利亚。白天的时候，这劳力士门口老有排队的，欧米伽门口就很少有排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太懂这些。走。
这就是新来桥的大路口，我左前方一会儿能拍到，看那儿就是新来桥商店街的入口，这边就是还是玉堂街。这条路就是这2年一直在修的路，现在终于基本修好了。这儿到了圣诞呀什么的，晚上这个灯特别好看。这个商场叫帕路口，这商场地下2层的餐厅物美价廉。昨天在这儿吃的饭，前面那个大就是大丸百货。哎，我的表又响了，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到11公里。应该差不多了。看看啊，好像是没看见，这条路都重新铺过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保留，但是应该有保留啊。如果没保留的话，到时候怎么立那个公里牌呢？要重新量吗？应该不会的。确实找不到了，这对面是苹果。遗憾啊，11公里又没找到。再看一眼，好像是没看到。行，没看到吧？我们跑到前边的南波的那个路口，就结束前11公里多，将近12公里的探路。之前这儿拆掉这个是 Nike， 现在搬到里边去了，搬到那个商店街里了。走。前面的那个过了河，那是一个我推荐的第一个观赛点。就如果您有朋友家人来给您加油的话，因为从这儿开始，就其实从我这儿开始，方圆2公里范围内能看到好几次选手，差不多能看到4次。你看，在这儿看见一次，一会儿到前面那高架桥那儿，选手们就右转了，然后呢还得再回来是在马路对面，然后马对面那儿又有折返，又一个来回。去年我扔给加油手套，就是刚过这个桥，就右前方那儿。去年加手在这儿第一次看见我，然后他就去了那边。那边的一个折返，那是我的伴马，他在马路对面看见我，然后他就顺着这个那边走了，就是大坡那块儿，就看您的就是您给加油的人快还是慢。如果慢的话能看见4、5次，如果快的话能看见3、4次。回头我具体都标一个图，我之前发过一个文章。对。在这块儿，如果您观赛，就去马路对面，因为这儿呢，你看这个路口选手就要右转了，所以呢，今天这条路挺宽的，对吧？你过来的时候就往右边切了，好切线，在这儿你就右转了。回头咱们下次探路再探这一段，右转这一段。其实去年也探过。去年是从新斋桥开始探的最后34公里，其实最后32公里我跑了34公里，都跑过，但是没有全程录像。
行吧，今天的节目应该巨长，估计超过了1个小时。第一次这样完整的看一个马拉松的赛道，我除了中间换了一次电池，一点没停，但是换电池没有改变位置，就接着拍的，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完整的大完马拉松前差不多11.5公里的样子到这儿，好吧？然后到时候把那边的咱们再说，我就回家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明天再见。